Hello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月月啊。因为最近发生了很多让我不愉快、不开心的事，很烦，所以最近就拖更了很久了，不好意思呀，各位。现在应该能恢复正常了。如果没有麻烦的话，我会尽量更新的，好吗？谢谢各位姐妹、各位朋友们。今天我来讲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件事，就是我租房的那些事。真的，我觉得租房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，我觉得是更加困难的。对。下面我就来讲讲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。那天我朋友带我去租房，就给我推荐了一家公寓，上家公寓。刚去看时，很多好的房间都住满了，只有朝西的房间没有住满，因为朝西的房间都很暗，旁边又盖了一栋楼，就是跟它挨得很近，就是那种握手楼。什么是握手楼呢？就是那种窗跟窗之间就能够相互握手的那种楼，你知道吗？安全隐患很大，然后呢可能偷东西就很容易。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它非常的暗，就是白天都要开灯，不开灯不行，所以说很浪费电，因为它那个电费就已经挺贵了，然后我就不想租那边。对，如果白天再开灯的话，真的是没办法住了。然后呢，朝亮那边它基本上都已经租满了，但是有一间就是刚好就是靠楼梯边那间没有租，就是但是它也是阳光很充足的，就是朝亮面那边的房子。然后就是那个女物业，对，就是这个女物业，她就安排我租这间她就推荐我去看这间房了，就推荐我这间房了，因为他说很多房都租满了，但是实际上有没有租满也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根本就不懂。然后我去看了这间靠在楼梯口旁边，然后布局很差，不免是有一点吵，对，因为靠在那个楼梯口旁边，然后布局很差。只见它里面门是靠左边的，大窗户也在左边，床也在左边，可以看得出阳光很晒，都晒到了床上了。而右边有一块空地，刚好靠近了厕所，但是它那个空地也是刚好能放下一张床，但是由于靠近厕所，它那个地就很脏、很湿、很潮，对，也有点味道，厕所的味道，所以根本就没法睡在这边。然后我就想问他还有别的房吗？他说没有了。然后我就说那我就走吧。我刚想走，他就说哎等等，就是那个女物业说就是比较胖的那个他就说哎你先住下来吧，到时候有房了我再给你调，旁边的房间会比这间要好一些。到时候因为旁边很多人出差，到时候他可能就不经常住，可能不住的话就会给你调整吧。对，可能会，他就说你先住下来，到时候我会给你换一间房的。所以他就这样说的。当时我听他这样说，然后又是我朋友推荐的，所以我就想想就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，就放心的住下来了，就先住下来了。对，住了之后呢，我看到了隔壁的房间，刚好他隔壁的房间布局比较好，就是说他那个
就是比我这边的布局要好。他就是说，他那个厕所是靠近门这一边的，那个床呢，他那个床刚好是可以放到另一边的，就是那个墙上，这样也不会有那个阳光晒到。对，等住下来以后，由于那个阳光实在太晒了，一直睡不着，所以就一直在等着他换了。结果过了1个多月，他也说没有。然后有一次刚好我看到他带人看到我旁边的房子，对，然后我的心情就有一点奇怪了，因为他不是说没有吗？怎么他又带人去看一下我旁边炒亮面的房子了？对，然后他就刚好带人去看了，然后我就非常吃惊，然后我就去问他了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物业，你不是说没有房间了吗？那为什么他又有的住了呀？然后你知道他怎么说吗？他就说人家刚好租的，刚好退刚好租的，没办法，所以当时你就有一种感觉被骗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从那以后我就天天催他了，对，然后他就说到时候3楼或者4楼有一间，到时候再看吧，就是等他退还了，我再给你看一下，到时候你想租就换那间吧。然后我当时就想，那好吧。因为我那个之前那个合同上面写有的，因为我当时住下来的时候，因为我说这个房间不太合适我，因为我说到时候如果能换的话，再跟你签半年的合同，对，然后他先跟我签了3个月，而且那3个月呢，是按650一个月算的，如果他说住满半年的话就按600，所以说就是说他就说如果你换房租成功就600，对，然后过几天之后我又问他，结果你知道他怎么说吗？他说已经出租了。已经租满了，所以说你说他气不气人？这个人是不是骗子？所以就有了以下我跟他吵架的那一段对话了，大家请看。我是说靠前面的没有，靠后面的有啊。我上次是4楼的吗？对啊。那你又说4楼是靠前面的，之前你说的。人家还没退还，人家28号到期啊，下个月28号。我跟你说的下个月28号到期，人家还没到期，我给人家赶走啊。没有，我是说你之前你不是说你说我上面那层对下面有一层，你当时是这样说的，不是吗？那是老早了呀，跟你说了，你也一直没下来，人家中午就租出去了呀。那人家中午还能说我不租？但是你也没跟我说呀，租出去了。当时我跟你说的时候就一直通的呀，我是说你楼下，你说你不想靠楼梯的，是不是你自己说的？你自己想想。我当时说我想到时候看一下，你当时是不是有听到我这句话？那你随时都可以去看呀，我房子一直在空在那里，你又没去。没有你当时没跟我说给我看一下，你只是说人家还没有走，所以我也不好意思看你的呀，对吧？你当时说其他的房间有空房的呀，我是说你可以看一下户型，因为装修是一样的。它所有的房间每一层它装修都是一样的，不是一样的，因为我那层我对我旁边那个就跟我这个不一样。那你说之前说租给我，想说你说他要换给我的那个是哪一间啊？那个人家还没到期3个月了。没有，我是说之前的。是这里啊？也是这间啊？对啊，就是我是说你的这楼下嘛。他说当时是4楼靠也是看我这边下来。我是说靠你这下边，我没有说4楼，我是说靠你这下边，也是靠你的那楼下。那就是靠我楼下，那就是4楼了，那还有几楼啊？那个2楼、1楼不都是3楼不都靠你楼下呀？那你这么说有意思吗？那这样都是楼下了，那没有，我是说楼下，我是说下面有一间，你到时候要是因为那时候是人家还没有退，人家东西在里面，人家当时是跟我打了招呼，但是他东西没有搬出来。那你说4楼有哪一间你现在还没到期是准备要走了？那你先跟我说一下，是靠前面哪一间？靠前面。靠前面是哪一间呀？我现在不可能告诉你房号的呀，反正我只能说跟你说靠前面。
有的话到时候人家退了，我们可以过来看。都这我边就是说4楼呀，你当时不是说4楼有一间吗？是靠4楼哪里人家没到接啊。那是靠哪里？靠哪边？靠前面呀。就这边最后面一间是吗？我没有说最后一间，但是我现在不可能说跟你说。那你不可能跟我说，那我也不可能这样等你那么久呀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我说你要是不愿意，你要是说要能退换给我的，你要是诚心要租房了要换的，那我肯定要了解一下，对吧？还没到时间，你现在没有时间，那我也不可能等他，对吧？那你不等，我跟你说了，我们说那个老爹爹说的很清楚，我是说你要愿意等就等下个月，你愿意等就等。为什么你不愿意等，你想走就走啊！我又没说不让你退。那你干什么为什么不让我看一下房间呢？你怕什么？人家有人住，我可能开给你看。我也没有说开给我看，我只是说到底是哪一间那我有必要告诉你吗？就是有，那你就是做贼心虚了。什么叫做贼心虚？什么叫做贼心虚？我是拖你啥了，还抢你啥了？什么叫不做贼心虚？你愿意住就住，你不愿意住垃圾拉倒，你愿意走走。那你说给我换一间，那你连告我都不敢告诉我是哪一间？那你说什么呢？我什么说话？是因为我被你骗得太厉害了。哎，不要吵了，你这样讲。我老爹爹对，我骗你啥了？你说我骗你啥了？我骗你钱的话骗你啥了？你说话要讲究证据的。他没有骗你。当时说给我换一间，他没有骗你。你没给我说没有给你换吗？对吧？我给你转了多少房间？你问老爹爹，我什么时候给我转过房间啊？你说到时候你愿意住就住，我就说得很清楚。你不愿意住，你和我道歉，你随时可以走。换哪一间你不告诉我？像这样我怎么可能信得过你了呀？对吧？因为那你愿意住就住，你不愿意住你就拿走。哎，因为说实话，第一次我已经相信你一次了。但现在我肯定是不会再。你不信就不信啊！我又没说非要把你留在这里，你愿意走你就走啊！你看哪里好你住哪里啊！算了，不要吵了。他们也骗你，他们也骗你。第一次你骗我了。没有骗你。我骗你啥了？你自己说清楚，我骗你啥了？你就骗我换房间啊！我没给你换吗？骗你，你没有骗吗？刚才没有骗你。他之前说给我换4楼这间，结果根本跟我打招呼，又租出去了。现在说你问人家住了多久，你就可以随便换哪一间。他现在说要给我换那个4楼啊，到时候等一等他。你看吧，他现在敢都不敢说是哪一间，他就是想让你白等，知道吗？你自己说话要讲究证据。做房东的呀，像这样做。呀，那我有这个资本，你有资本你也可以做啊，你做啥我都不管你，你做旧都不管你。你是房东吗？那是物业，神经病你！最后跟他闹得不可开交了，后他就要我退了房，那心想那我也只能退房了吧。结果后来我就只能跟他退房了，因为他这样白白浪费了我3个月的时间、金钱，还有搬家。搬了好几趟的那个时间了，最后他还是不想让你住了，你知道吧？后来只能跟他退房了。只要说不退的话，就是住半年的话，起码还就是那个钱能少一点，起码是600块1个月。但是他这样不守信用，已经，然后又没给我换房。所以说他已经骗了我很大，就是骗了我很大的一部分成本了。后来退房的时候呢，他呢又在刁难你。怎么刁难呢？一开始退房的时候呢，他就说把那个卫生打扫干净，然后我打扫干净了都不行，他就说这里还有点粉尘，一个厕所里还有那个污渍，他就让你打扫，然后他就说先不退，先退一点点钱给你，然后他就把那个合同给抢走了。对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人。后来我跟他大吵特吵，就是闹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一定要闹。我跟你说，遇到这种事必须得跟他闹。后来闹的旁人很多租客都出来看，旁人的人围观，后来他才退了大部分的钱给我，就剩下小部分的就是100块钱吧。他就说等你他说等你把那个什么污渍打扫干净了才可以退。那个污渍需要就是有一点点污渍嘛，也不是很多，但是需要工具的。然后我这边是没有工具的，他就看上面没有工具，他就不想退，然后就说你有工具吗？他也说没有，就不退。后来就大吵了一架，对。然后后来第2天我就叫了一个一个朋友，然后带工具来了，对，然后清洗干净了之后呢，他才把剩下的钱
就又退了1点给我，但是还有1点不退。他就是说，他又以那个水电费什么为由，就又继续刁难你，你知道吗？又不退。对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对，然后后来就剩下了一点小钱，他就没退了。那个水电费他就没给我退了。对，所以经过这件事之后，然后让我觉得他这家公寓实在是太恐怖了，太欺人太甚了。对，所以大家出去外面租房一定要非常的小心，而且一定要跟他吵，要不然的话，他最后你合理租够期房了，他都不想给你退押金了。对，他都有想方设法的扣除你押金，所以这种人是非常恶劣的。对，就是这家公寓非常的恶劣。对，因为他跟太多人吵架了，我听人家说了，他这个公寓跟太多人吵架了，所以真的好不到哪里去。所以大家如果下次要租房的话，记得一定要小心这家公寓啊，避雷啊！真的，说真的，实在是太浪费别人的时间、金钱成本了。租他这么啰嗦的房子啊！好了啊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